眼睛一闭一睁，这个女主当场失忆，发现自己来到了8月4号，身边出现了一个白发小精灵，她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门外有女生听到她的声音，立刻让她躺下继续休息，并表示马上就会有人来接她了。等人离开后，小精灵再次出现，询问她是否有事，又好奇即将来接她的人会是谁。此时门外走进来一个黑发少年，对方表示马上会送女主回去。女主非常惊讶，因为她发现自己不认识眼前的少年，而跟着对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黄发少年，两人长相都非常帅气，而黄发少年说话相对温柔，黑发少年态度看起来有些凶。不过他准备送女主去医院检查，但女主却听到小精灵提醒她最好别去，于是用睡眠不足糊弄了过去。两人准备送女主回家，女主根本插不进话题，稀里糊涂的就跟着走了。她发现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，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两人把她送到楼下就离开了。女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小精灵说她果然忘记了，然后告诉她说她丧失了8月1日以前的记忆。这4天女主一直和小精灵在一起，不过她似乎也不认识对方了。小精灵表示她是来自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，不过目前只有女主能看到她。小精灵表示女主会丧失记忆，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自己，因为她来这个世界不小心撞到了女主的精神体，结果就被困在了女主的心灵世界。小精灵的存在就等同于女主的记忆。女主问她为什么自己不能去医院，小精灵表示她会丧失记忆不是因为脑部或精神出问题，必须借由与他人交流才能找回记忆。如果她住院一个人待在病房，就没法与人沟通找回原本的记忆，最终她会连吃饭喝水都逐渐忘记，然后走向死亡。为了防止被送到医院，所以她最好别说自己失忆了。宝宝们可不要学她哦，有病一定要去医院哈。而此时离开的两人也正在担心女主，毕竟他们马上就要一起去旅游了。不过小信却说可以先观望一下，大不了之后打工再多照顾女主一些。小精灵推测那两人可能是女主的青梅竹马，不过对话并没有勾起女主的回忆，而女主的通讯录中也只有4个人，以前的资料似乎全部消失了。小精灵让女主今天先休息，表示一定会帮助她找回记忆。然后就在女主睡下后，门外出现了另一个长发青年。第2天女主醒来，不再出现记忆错乱，小精灵说她的精神体终于稳定下来了，之后她会努力帮女主寻找记忆。但是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，因为女主的打工要开始了。帅哥一辉也是员工之一，他还有不少粉丝应援团。店长给众人培训的时候提醒大家，近期有客人对女性员工非常不友好，如果见到后就立刻向他汇报，回头他会亲手揍死对方。而一辉也发现女主能回来工作了，主动和她搭话，结果却发现女主似乎不受他眼睛所控制。就在女主产生疑惑的时候，店长已经把一辉叫走了。面对到来的客人，小精灵赶紧提醒女主要说欢迎回来，ご主人様，不然店长已经在旁边虎视眈眈了。女主照做，然后又帮助两人点餐，对方点了一个圣女巴菲，但是女主根本就不会做。一辉说这是她的任务，女主只好去找材料。一辉问她是不是忘记怎么做了，于是主动拿出材料，在她身后教她如何制作。女主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下意识的后退，不小心撞到了玻璃杯，说是碎玻璃的时候又划到了手。一辉看见后立刻将她拽了出去，而此时一辉的应援团也看见了这一幕。一辉替女主包扎了伤口，然后说自己的眼睛果然对女主不起效。还没等女主反应过来，另一个人走了进来，阿健收拾了残局。这家伙似乎是一个学者型的人，兜兜转转说了一圈，其实就是想提醒女主先回去休息。不过女主还没弄清楚这边的情况，打算先留下来再打探一下。阿健也听出女主不想早退的意思，于是主动表示他会跟店长那边说，尽量帮助女主适应目前的工作。不过女主本来就失忆，出门的时候还差点摔了一跤，幸亏一辉一把扶住了她。不过他的应援团的目光又落在了女主身上，而今天的工作阿健和一辉一直在辅助女主，也算是顺利完成了任务。可是当女主回到家，却发现自己的邮箱里多出了一张照片，那是她自己的照片，而且脸上还被划花了。几个应援团的女生将女主包围，说她违背了约定。此时女主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段记忆，是这群女生当初剪掉她头发的画面。在日本，随意剪掉女生的头发是非常过分的行为。女主的记忆在冲击之下一片混乱，随后眼前一黑倒了下去。等她再次醒来，人都已经走了。小精灵见她没事才松了一口气，刚才的记忆碎片她也能看到。小精灵非常生气，剪女孩子的头发也太没礼貌了。女主还是没能想起完全的记忆，只记得那些人这样对她好像是理所当然一般，自己与其说是被讨厌，更像是被怨恨。而且这群人还提到了约定，小精灵推测女主在失忆前和这些人达成了约定，但因为失忆所以不小心破坏了约定。不过就算女主去问，对方估计也不会说实话，说不定还会利用女主失忆而欺骗她。
为了防止失忆的消息传出去，所以让女主暂时按兵不动。但女主觉得如果自己毁灭了，可能会让一些人痛苦。第二天，她照常来到咖啡厅工作，同在咖啡厅打工的妹子似乎都很靠谱，但妹子们总觉得女主好像有点变了。不过也有人觉得女主本来就呆呆的，没啥变化。而且妹子还提到了员工旅行，女主没想到她竟然也要参与讨论，而且她的竹马本来是要考试，但是被店长给劝过来了，据说是3天2夜的信农之旅。女主担心自己这样的状态没法过去，小精灵表示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说不定这是一个恢复记忆的好办法。这个时候，阿健让女主把蛋糕给3号桌端过去。众人在给客人庆祝生日的时候，女主看着点燃的烟花棒，突然脑海中闪过了一段和竹马小信的记忆，对方嘴里念叨着杀人，女主的意识有一点飘忽不定了。随后工作结束，斗真他们也匆匆赶到，表示这次旅行希望是天晴，因为下雨看不到就没意思了。女主疑惑看不到什么，但斗真说就是女主提议的呀。此时小信也用怀疑的眼神看向女主，斗真提醒女主是流星雨，女主表示自己不小心搞忘了，不过小信似乎不太相信。随后店长宣布了8月份的旅行，说是为了增进店内大家的感情。结束的时候，女主还有些茫然，她迷迷糊糊的走向马路，结果差点被冲过来的车子撞到，幸亏身后的长发青年拽了她一把。女主对他说了一声谢谢，不过长发青年却说他以前就这样迷糊。女主茫然，长发青年就说他不记得自己了，随后失落的离开了。女主不记得自己对长发青年有记忆，但小精灵却说刚才他们2个人的内心都很混乱。直到旅行当天，女主还一直保持伪装，不过小信全程都在暗中观察女主。小精灵发现了这一点，问女主小信是不是发现她失忆的事了。偏偏这个时候突然天降大雨，原本新闻说了今天不会下雨，不过店长劝他们说没关系，雨很快就会停，因为他已经闻到了味道。而此时女主脑海中再次浮现了一段记忆，是她穿着浴衣和阿健在庙会散步的场景，对方表示可答应他一个约定，但是这个约定究竟是什么呢？此时大雨已经停下，众人准备回酒店。阿健看出女主一直在看自己，于是疑惑地问她怎么了。小精灵让女主干脆去问一下刚才那个记忆。女主便说自己看见下雨，想起了风铃声，之前还和阿健一起参加了庙会。阿健头脑风暴，似乎根本不记得这件事儿。这个时候远方其他人也在朝他们招手。小精灵推测因为失忆，记忆碎片也很混乱。女主想不明白那些东西真的是他失忆前发生的吗？为了等待流星雨，众人在旅馆玩起了游戏，分别是一辉和小信2队对战。而一辉似乎特别擅长球类运动，斗真和小信直接就被吊打了。小信不服输，提出打扑克牌，但一辉表示自己对桌游都特别擅长，小信便意识到他可能不是对手。女主也庆幸幸亏小精灵跟过来了，他一个人肯定应付不了这种事情。就在他们打球的时候，长发青年也背着相机来到了山里，而女主他们打完球后就准备爬山去看流星雨。小精灵还感慨女主竟然能打赢店长，要知道店长的球快的都看不见了。不过女主说还是闭着眼睛打回去的，不知道究竟是运气呢还是本能。此时小信发现女主似乎有些累，主动伸手表示要牵她过去，不过女主下意识躲开了，然而小信却叫住她说有话要说。小精灵感觉不妙，总担心小信会揭穿女主失忆。女主下意识想离开，结果脚下一滑，这个时候小信一把拉住她，而女主想起了之前对小信的记忆碎片，对方说了杀人2个字，女主内心产生恐惧，抛下手电筒便逃走了。小信立刻跟了上去，而长发青年宛如变了一个人一般，他捡起了地上的手电筒，本打算送回给女主，不过很快意识到不对，因为女主可能要走了。此时女主一脚踏空摔下悬崖，再次睁眼，自己的脖子上缠了绷带，而小信从门外走了进来。再看墙上的时间表，现在竟然是8月1日。小信说女主是不是睡迷糊了，随后低头亲了她一口，发现她既不害羞也不大闹，很奇怪，便让她收拾一下准备出院。奇怪的是一直跟在身边的小精灵竟然不见了。小信说女主要吃止痛药，然后又把她送到了家门口。女主翻包没找到钥匙，小信说钥匙在她手上，还问女主怎么又忘记了这件事。两人来到房间，小信表示他会帮女主复健，提醒她一定要多走走，因为小信不喜欢吃苦的东西，所以选了甜的哈密瓜饮料，并告诉女主如果不舒服就回医院。但女主记得小精灵说的话，所以拒绝了小信。女主也很疑惑，自己明明和咖啡厅的众人去看流星雨了，为什么现在又出现在了这里？此时小信提醒女主饮料倒出来了，他让女主今天好好休息，并表示自己明天还会再来。
他离开时眼神就不太对，女主感觉自己还处在混乱的记忆中，可明明她记得自己失忆，也记得小精灵，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小信会亲她，难不成现在的自己才是在做梦？可是手上触及的凉水就告诉她，这里就是现实。然而真正震撼的还在后面。第二天，小信来找女主，便告诉她今天是他们交往的1周年，问女主打算怎么庆祝。女主正在疑惑，小信就直接揭穿她肯定忘了这些事，因为他们才交往3个月而已。他发现女主昨天很想配合自己的话题，可是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，他就明白女主的记忆肯定是混乱的，不然昨天在病房自己亲女主的时候，平时的她一定会害羞挣扎。女主便坦白自己失忆了，但也不想回医院。小信答应了，但是让她不准瞒着自己，而且她平时本来就笨，根本就瞒不住。女主无奈，但也松了一口气。随后小信把女主带出了门，说她没叫自己的名字，肯定是忘记自己了。于是从头给女主介绍了一遍，说自己是女主的青梅竹马，3个月前开始交往，不过女主一点记忆都没有。随后小信又带她去看了女主就读的大学，并表示自己是女主同一所高中的高3学生，但大学和高中共用了一个校区，并告诉女主她2年级开始就加入了社团当主唱，最开始的时候唱得挺烂，不过3年级就挺好了。但自从女主上了大学后，小信就很少去看女主的表演了，但是女主似乎挺热衷社团活动。小信又带她去看了练习的地方，她说自己非常喜欢女主认真的样子，而且不论是告白还是第一次接吻都是在这个房间。虽然之后她也不知道亲过女主多少次了，不过女主还是没有什么记忆。小信顿时难过了起来，伸手又想抱住女主啃一口，但是女主下意识的推开了她。小信只好道歉，说自己只是想让女主想起来，但对于现在的女主来说，她只是个陌生人。这孩子可真可怜呐，老婆丢了还得从头攻略。小信告诉女主她马上就要回去打工了，女主还以为是之前的咖啡厅，结果去到旁边的店见到了斗真。小信表示因为女主失忆，还是得要个人来照顾她的，所以斗真也知道女主失忆的事情了，还问女主是不是连自己也忘了。小信表示女主好像全忘干净了，不过她比较支持女主自己找回来。女主感慨两人的关系没怎么变。小信告诉女主她要打工的地方是女仆咖啡厅。而回去的路上，小信问女主还记得自己失足摔伤之前发生的事吗？女主疑惑，自己摔倒前小信就在身边吗？还是说之前发生的事情是一段梦境？不过小信似乎欲言又止，女主不知道她想说什么。回去后将今天发生的事记在了笔记上。第二天，小信把她送到了女仆咖啡厅，还特意提醒女主打工要怎么说话。女主下楼后惊讶地发现店长的性格好像不对，这里的店长完全不高冷，甚至还有点男妈妈话痨。其他的员工也陆续到场，纷纷冲过来和女主打招呼。大家都说女主有段时间没上班了。2个妹子也表示女主出现意外，她们很惊讶。女主还以为自己出现意外的时候2人也在，于是问他们自己是不是从悬崖掉下去了。2人奇怪，小信没有告诉女主吗？女主说小信没有提这件事。于是妹子把那天发生的事重新告诉给女主。那天是2个妹子还有女主以及小信、斗真和店长一起去信农旅行。女主疑惑，那一辉和阿健呢？2个妹子很惊讶，女主还能记得2人，因为那2人是他们在旅行途中的旅馆认识的。女主意识到记忆前后矛盾了，难道自己脑海中乱成一片，是因为在住院时做了很长的梦吗？因为在另外2个妹子的记忆中，小信是一个人返回山庄，说女主失足掉下悬崖，然后大家匆忙去搜山。女主疑惑，那天他们不是去看流星雨了吗？2个妹子连连摇头，说根本就没有流星雨，当时帮忙搜山的人里只有一辉和阿健，还有一个长发青年，据说是摄影师。大家找了一圈才在悬崖下面发现躺在那里的女主。妹子美迷表示，虽然女主找到了，但是当时小信的表情看起来特别不对，似乎非常的冷淡，跟斗真紧张的样子对比的太过强烈了。女主意识到旅行是真的，但并没有看流星雨，那么自己受伤的原因在哪儿呢？她准备去找小信确认一下，没想到在路边看到了之前救过她的长发青年，于是她主动上前搭话，对方也很惊讶会在这里见到女主，说在山庄也遇到过她，又问女主的伤势怎么样了。还没等女主回答，小信已经出现了。女主再回头，长发青年突然消失，而小信把女主带到了公园，并提起了女主第一次表演的事情。他当时还跟女主说过女主唱得很难听，那天还不小心把女主给骂哭了，但现在想想女主失忆简直令他太痛苦了。女主问小信旅行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小信主动道歉，说是自己害女主受伤，但他现在也没能理清楚，所以他让女主暂时别问了。女主还以为自己惹小信生气了，没想到此时女主耳边模糊的传来了
小精灵的声音。小新看出女主不对劲，便把她送到了家门口。他问女主是怎么看待自己的，是把她当做家人，还是青梅竹马，还是男朋友？他希望女主把自己当做男友，所以之前才强硬对待，但现在女主失忆，没有允许，所以小新也很迷茫。他不想在这样的相处下再次回归家人一般的关系，他好不容易才和女主交往，能慢慢培养感情。他也明白女主失忆并不容易，是他实在办不到看着女主离开。女主知道自己记忆无法恢复，让小新很痛苦，但是他不明白小新为什么不把发生意外的真相告诉自己。上班的时候，妹子鲨鱼跑了过来告诉店长，表示马上有一场烟花大会，他本来是想拉着大家一起去看，但是考虑到女主的身体不能去，人挤人的，于是问要不要在附近放烟火。店长觉得挺有趣的，于是打电话通知了众人。鲨鱼甚至主动通知了小信，还把电话给了女主，不过小信说自己是考生无法过来。鲨鱼非常吃惊，女主亲自出马，小信都没同意。当天晚上工作结束后，众人来到山上，斗争他们已经闹成了一片。女主没想到小信最后还是来了，而且小信把女主带到了山林里面，问她真的不记得意外发生前的事情了吗？随后小信突然壁咚女主，让女主把这里当作信农那里的森林，主动和她说起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原来小信不满女主和另一个妹子旅游时住在一块，主动邀请女主一起出去，但是那时的女主却拒绝了小信，并表示是跟朋友一起来的，还说小信老是想这想那，让她很不好意思。小信却质问女主有没有把自己当男朋友，并且在黑暗中差点扑倒女主。当时女主也是产生了恐惧，下意识逃避，结果一时慌乱摔下了悬崖。不过这一次小信拉住了女主，表示自己太着急了，只想着终于脱离青梅竹马的关系，没想到却把女主逼得太急了。明明他应该保护这样状态下的女主，当初是女主拯救了迷茫的他，不过女主似乎也不记得这件事了。两人返回了放烟花的地方，女主拿着小烟花问小信要不要一起放，于是他们找了一个角落放烟花。小信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玩的，不过女主似乎从小就很喜欢。此时女主问小信为什么说自己当初救了他，主要也是想唤醒以前的记忆。此时小信告诉女主，原来小信的父亲曾经杀了人，这一幕和女主记忆中的碎片拼上了，只不过当时含糊不清，现在听原来是小信的父亲杀了人。小信的父亲被醉汉缠上，随后用力推开对方，结果对方撞到要害，当场死亡。小信当然也觉得对不起受害人和家属，可他当时还小，不明白老爸为什么会被当作罪人。可自那之后，旁人就对他抱有一种不一样的眼神，就连好朋友都疏远他，怕他。那个时候只有女主和斗真没有改变，要是没有他们俩，小信恐怕无法再融入社会，所以他非常感谢女主。但女主觉得那是小信自己的努力，小信却说当时他只是随波逐流，但女主却让他知道遇到不幸就放弃的行为是逃避，所以他绝对不会再放弃了，更不会放弃女主。女主很高兴小信能跟他说这些，然后众人一起回家。路上小信和斗真护送他，路过了三人小时候经常去的公园，斗真主动给两人腾空间，小信告诉女主自己一定会好好保护她，而女主也向小信坦白自己失去记忆，非常不安，尤其是听说小信还说是她男友后。不过现在想想有小信帮助，真让她松了一口气。此时小信再次对女主表白，女主表示自己现在没有记忆，也没有那方面的想法。小信却说之前告白的时候女主也是这么说的，不过这次不一样，他亲了女主一口，表示自己一定会让女主把他当男人看待，而不是以前的青梅竹马。不过他提醒女主自己随时可能会亲过去，女主防不住的。就在女主琢磨怎么找回记忆的时候，远处一辆大货车横冲直撞开了过来。好，女主眼睛一闭一睁，下辈子开始了。这次她又在另一个房间醒来，而且打电话过来的人竟然是一辉。一辉表示今天放假，他可以陪女主出去走走，30分钟后就会到女主家楼下。女主一脸茫然，什么情况？一看手机，竟然又变成了8月1号，笔记本上也没有自己写的事件了。好家伙，原来是时间线重置。此时一辉已经说他快到楼下了，女主匆忙换了衣服，赶紧下楼，却发现一辉被之前的应援团包围。女主有一些局促，一辉却说自己已经和人约好了。看到女主神情不对，还以为她在吃醋，他问女主想怎么做。这个时候女主之前见到的那个金发美少女出现了，听说这个妹子叫黎香，还表示他们似乎让女主为难了。女主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一辉却让她看着自己的眼睛许愿，不过也觉得女主应该不会对她的眼睛有反应。随后一辉便带着女主去看电影，女主还是十分茫然，因为她的记忆似乎没有出现错乱，但为什么一辉却表现的和她很熟的样子？笔记本和日记的问题让女主百思不得其解。
难道是时间倒流了？可是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。电影中的主人公和他的经历似乎有些相似。此时一辉还伸手握住了女主的手，女主有些害羞的挣脱了。一辉看见众人都离开了，他表示想更加亲近女主，当然也想不戴墨镜和女主接触。可一旦他摘下墨镜，其他人就可能围上来。他很抱歉自己的体质给女主带来了麻烦，不过这个体质对女主却一点效果都没有。两人又到外面喝茶约会，此时一辉也发现了一元团，他提议先送女主回去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女主很茫然，她还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一辉问她想和自己多待一会儿吗？不过他也知道女主不会坦率的说出来，然后又问女主想怎么惩罚今天早上自己迟到。女主也想不出要怎么做，因为听说明天还要上班，她担心位置变了，所以主动提议让一辉来送自己。一辉有些惊讶，他竟然这么坦率，还问女主是不是想和自己多相处。女主茫然的回到家中，不知道自己和一辉究竟是什么关系，还有之前和小信的记忆又是怎么回事。她此刻竟然无比的怀念小精灵，而此时女主茫然睁眼，她发现小精灵竟然真的出现了。小精灵见女主能够看见自己，顿时松了一口气，不过她担心等会儿自己又消失，所以她立刻告诉女主，这里和他们初见面时不太一样，虽然可能不是之前待过的世界，但是这个世界也是真实的。她说女主的情况不是很稳定，女主好奇自己之前的记忆是做梦吗？小精灵告诉她并不是做梦，她正要解释，竟然再一次消失在女主面前。而女主也收到了一辉的消息，一辉看出她今天不对劲儿了。不但如此，女主还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，提醒她要上交每日汇报。她以为是打工的那个地方，女主很茫然，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可太多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一辉果然来见女主了，并且再一次主动帮她拿包，而她们打工的地方竟然还是咖啡厅，而且女主进去后发现店长又变了一个性格，这一次变得无比的彪悍认真。一辉都很惊讶，女主敢跟店长搭话。接下来有客人点了特制圣代，一辉再次手把手教了女主，而女主也发现一辉只要和陌生女生对上视线，对方就会立刻心动并且表白。下班后两人一起离开后门，一辉却发现门外有很多妹子在等他，他戴上墨镜让女主在老地方等自己，随后就跟着那群人走了。随后女主接到了一辉的电话，一辉听说他还在后门，让他站在原地别动，自己立刻回来接他，然后问女主究竟怎么了。其实昨天一辉就发现女主不对了，因为要是以前女主绝对不会提让他白天来接自己，但是他太高兴，所以就忘了问。不过今天他已经觉得女主很不对劲儿了，他告诉女主自己是他的男朋友，希望女主能多依赖他一些。女主觉得不妙，一辉在这个世界果然是他的对象，可自己没有与一辉相处的记忆。一辉把他送到家门，发现女主没有管他要包，于是把女主拉进了小巷里，本来是想亲女主，还哄她闭上眼睛，不过女主拒绝了，始终不肯闭眼。一辉叹气，本以为自己能够动摇女主，看来女主还是那么的难追，不过他一定会让女主成为他的俘虏。不过现在他们还剩1个月的时间，女主茫然，这1个月指的是什么？此时女主再次收到匿名短信，对方要求她做每日汇报。第二天女主照常打工，她惊讶地发现鲨鱼竟然不是店内的员工了。不但如此，鲨鱼也看到被应援团包围的一辉，他主动把女主叫了出去，并且告诉女主自己听说了关于她男友的传闻，这个人指的就是一辉。他说一辉经常抱着玩玩的心态和女生交往，3个月一过就会马上抛弃交往对象，他觉得一辉那家伙不值得女主真心喜欢，不过他也是出于担心才说的，所以女主对他表示了感谢。这个时候美弥也回到了店内，她出去旅行了1个月左右，回来就发现女主的状态不太对劲，以为两人已经分手了，好奇一辉下一个交往对象会是谁。然而这天下班，女主在门外却遇到了一辉和阿健对峙，女主还以为两人是在打架，下意识的冲过去想阻止，结果脚下一滑把自己摔了。然而两人见面其实是找数学题互相为难对方。阿健也看出女主似乎是第一次来一辉家，但他记得两人交往有一段时间了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让一辉陷入苦战的女生。一辉表示才没有输，还有3周时间呢。这个时候一辉表示要去拿饮料，而女主发现阿健和一辉关系确实不错，于是她忍不住问阿健关于自己和一辉的事情。不过阿健却说起了一辉的体质，他说一辉之前交往的女友不知为何第3个月总是会分手，但女主的存在似乎与众不同。此时一辉回来，阿健觉得时间太晚，准备走了，而一辉问女主不打算留下来吗？一辉表示自己才不会乱来，他睡地板，不过相不相信就看女主了。看女主一脸茫然，一辉之后表示是开玩笑，然后将女主送回了家里。女主回家后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了下来，自己疑似在和一辉
辉交往，而且住的地址和工作的地方都没有变，而身边的朋友却说和一辉交往满3个月的人都会分手。一辉也说过还剩1个月的时间。女主再次收到了要求每日汇报的消息。第2天她来咖啡厅，却发现美弥跑了出去。进门一看，一辉似乎有些生气，因为围在他身边的女生明知道他有女友，却还是围上来破坏。他总说和他们交往会更好，有时候一辉都觉得自己很讨厌那些女生。他发现自己不太能明白女生，也包括女主。一辉离开后，女主看见店长路过，于是主动提起了每日汇报的事情。不过店长似乎没听说过这个。之后他又告诉2人，美弥有事离队了，接下来只有2人能支撑咖啡厅。一辉刚要说话，店长表示他明白并同情一辉。下班后，女主想起一辉说的话，有点分不清哪个才是真实的他。就在回去的路上，女主再次遇到了长发青年，对方竟然问女主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和一辉在一起了，并奉劝女主最好别招别人怨恨了。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。第2天，女主突然发烧，一辉知道后立刻跑来家里照顾她，还特意戴了个奇怪的面具，就是为了不让那群女生们围上来。一辉照顾好女主后便离开了。之后上班，店长觉得女主体质太差，提醒她好好锻炼，而美弥也告诉女主自己去找一辉告白了，不过一辉直接拒绝了，并说自己已经有女友了。美弥感慨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专情，还说之后的性农合宿他也会去参加，说是专门打台球的合宿，还说女主感冒好了应该也能去，挺期待在那边遇到帅哥。而女主没想到竟然又是那个地方。女主打电话去问鲨鱼，鲨鱼告诉她一辉大学里的社员全是他的粉丝，这次活动也是粉丝俱乐部的会长召集的。他提醒女主最好做好心理准备，然后又说起女主之前跟他说过他打工的店里有个超讨厌的同事，但是自己却突然加入了对方的粉丝俱乐部，好像说是要去调查什么，结果后来又突然开始交往。所以鲨鱼知道后吓了一跳，女主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粉丝俱乐部的一员，然后又想起了之前约定的那件事。此时女主再次接到了一辉的电话，一辉喝醉了，缠着女主给他讲话，还说你以前接到电话都挺不耐烦的。女主担心他喝醉会有事，却发现一辉已经来到了他楼下。一辉说自己就跟痴汉一样，但是他憋得太久了，有些话想对女主说，只有看到女主并和女主对话，他的内心才能平静下来。他说今天又有女生向自己告白，自己拒绝后惹哭对方，但是他却一点都不会感到羞愧和同情，他只会觉得这样好沉重，好想逃离，想去见女主。他觉得这样的自己实在太坏了，但他也知道如果不能摆脱这双眼睛，就永远脱离不了这种负担。原来一辉的体质很特殊，只要看过他眼睛的女生都会心动，而一辉因为扛不住压力，选择和女生游戏人间，结果到头来就是一场空。但是女主和其他人不一样，因为她的眼睛不会对女主生效，可偏偏她最希望自己的眼睛能对女主生效，然而却一点效果都没有，所以女主对她来说是特别的存在，能和女主聊天真是太好了。几天后，台球社团去合宿，鲨鱼竟然也参加了合宿，而主持这场会议的人就是女主之前见到的金发美少女黎香。女主没想到竟然又来了这个地方，这次一辉在旁边打台球，应援团他们比起台球更想欣赏一辉打球，有妹子拜托一辉教他打球，也有人提醒他女主还在这里，还觉得一辉一定不会在意女主。没想到一辉真的表示打台球为什么要顾虑女友，然而女主却发现一辉对他做了一个口型，让他看着自己，然后一杆进洞。他就算是炫耀，竟然也只能躲着来。此时其他女生还在争夺和一辉喝茶的机会，而一辉却把女主带去了看星星。一辉说他小时候对流星许过愿，希望能够获得女生的欢迎，现在想想这个愿望简直不该存在，因为在那之后女生们对他的态度就不对了，只要和人四目相对，所有人的态度都变好了。长大后女生的反应更加明显，所以一辉便确认之前的愿望实现了，但这样愚蠢的愿望所付出的代价也很大，再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心了，而且一旦交往，不知为何3个月后对方就会离开他。女主这才发现是女方主动的，一辉觉得可能是身边围绕的女生太多，对方的嫉妒让那些女孩受不了了。久而久之，一辉便觉得反正都要分手，那干脆以3个月为限，大家好聚好散吧。他自己也早就放弃谈真正的恋爱了，直到他遇到女主为止。一开始他确实是因为女主不受他眼睛影响而感兴趣，但现在不同了，他一直在思考要怎样才能让女主理解他的心意，可是不论如何他都不会表达。女主意识到自己可能误会一辉了，一辉说这不是女主的问题，自己也有错，但是他希望女主明白自己是喜欢她的。说着一辉就亲了她一口，而此时流星划过，一辉许愿希望女主能爱上他。女主回到房间后很好奇，为什么3个月后女生都会主动离开。这个时候应援团的人却把女主叫了出去。女主见到了黎香，黎香说女主是不是忘了约
约定。加入社团的时候他就说过不准任何人独占一辉，还说女主不是也答应了吗？他和一辉独处的日子是属于大家的，所以他才每天都要写每日汇报，这就是他们允许女主和一辉交往的条件。我勒个豆，别人交往还需要找你汇报，你是哪根葱呢？月老都不敢这样子说话哎！女主忘记就要付出相应代价，让他回去补上这几天的汇报。其他人也说大家要公平，只能跟一辉交往3个月，他们觉得一辉就不该跟女主这种土包子交往，反正3个月时间快到了，到时候他们会逼女主分手。见女主还反抗，3人将女主推上船，却没发现船已经裂开了。这时女主就看见了小精灵，于是2人沟通起来。女主发现的时候，船顺着小河已经飘走了，她下意识起身，平衡不稳，瞬间摔落河中。小精灵想拽起女主，然而她没有实体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主沉没。眼前白光闪过，元神启动，女主睁眼就发现手机响了，打开一看，阿健发来消息，说是要到咖啡厅和他谈谈。一看时间，又是8月1号，无尽的8月了是吧？而阿健看起来似乎有些生气，他表示自己查了很多资料，但对于交往还是不太熟练。他说女主要是有不满可以说出来。女主傻眼儿，怎么又是交往呢？他只能说抱歉，自己也搞不清楚。阿健也不明白女主为什么要先道歉，最后他也跟着道歉，说他不知道女主对自己哪里不满，所以没忍住耍小脾气了。女主知道自己大概蒙混过关了，但完全不知道目前发生了什么。不出意外，这个世界女主估计是在和阿健交往，而阿健是典型的理工男，一心做题，不太了解交往。比如说2人一起出门，他走得特别快，阿健说他问过朋友该怎么交往，朋友却说漫无目的的走到车站就行了。女主吐槽，难不成这就是约会吗？女主看了笔记本，确认小精灵说的没错，这估计又是另一个世界。不但如此，手机中还有阿健每天发来的消息，虽然只有早安和晚安。这个时候阿健又发来消息，说明天一天都会在大学实验室研究，女主有空的话就可以过来。别人约会出去逛街，这哥们约会直接把人带到实验室，还告诉他冰箱里有饮料，想喝什么自己拿。女主打开发现里面全是不同品牌的矿泉水。女主依稀记得阿健是数学研究生，好奇他在做什么研究，把自己叫过来是有什么事儿。女主本来想问问看，但是又觉得阿健好忙啊，不该打扰他的。结果这一忙就忙了一整天，直到黄昏阿健才拉下窗帘。女主找到机会问他找自己有什么事儿吗？阿健说没啥事儿，不是你之前说想多一点相处的时间吗？你所谓的相处时间就是把人叫过来陪你在实验室待一整天吗？你小子是怎么找到女朋友的呀？他还伸手摸了摸女主的脑袋，说是男女朋友相处的必要，结果差点把人家头发扯掉。阿健立刻说了抱歉，表示自己不太能控制力度，这恋爱让他谈的哎呀费劲儿啊，算了自杀，直接去下一个世界。而这个世界的咖啡厅店长性格却比较冷淡。沙雨问女主今晚是不是要穿浴衣，他不是约好要和阿健一起去庙会吗？失忆前的他似乎非常期待这件事。当晚女主换好浴衣，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车站，结果迟迟没有等到阿健。他看了一眼短信，发现时间地点都没有错。结果这个时候阿健发来短信问他几点钟下班，女主将约定的事情发了过去。阿健立刻打来电话道歉，说自己把这件事给忘了，并表示自己对这个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所以才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丢，这是怎么知道老婆的？分手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人一向劝分不劝和。阿健拜托女主等他一会儿，他马上过来，随后立刻挂断电话，匆匆跑了过来。而且女主穿了浴衣，说这么冷的天竟然还穿这个。然后他就意识到女主可能是特意为他换上的，但是又觉得自己这样想太过自作多情。这孩子确实喜欢女主，只是脑子转不过来，像个木头。2人打着伞来到了庙会，女主只知道阿健可能和之前的自己有回忆，可是自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而此时阿健却提议和他一起撑伞，虽然嘴上说是害怕女主走丢，但是又小心翼翼地问女主愿不愿意。女主笑了笑，扶住了伞柄。此时阿健说女主之前让他至少答应自己一个约定，所以他们在交往的时候就约好要来庙会。女主猛然想起自己似乎见过这个片段。这个时候大雨也停了，2人在庙会玩了一会儿。阿健也对女主道歉，说因为自己对庙会不感兴趣，所以把约好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但是没想到来了之后却觉得很有趣。他说自己本以为没法和女主交往，可是相处过后却很开心。没想到女主也说今天很开心。阿健有些惊讶他今天的坦诚，所以
他看女主的眼神有些不对。等第二天女主带着咖啡到研究室，阿健就开始套路女主，说他今天带了不同的咖啡来。女主不知道之前带的是什么，于是茫然的答应了。结果阿健却说女主根本就没有带过咖啡来，他觉得这几周的女主和以前的不一样。他分析了许久，考虑到女主可能突然心情不好，又或者是被外星人绑架，总之各种原因都想到了，删除了其中不可能的原因。随后他推测女主可能是失忆了，不过到什么程度他还在研究，只是他明确知道女主肯定忘记和他交往至今的全部记忆。此时小精灵突然出现，他告诉女主可以向阿健坦白。阿健发现女主的神情不对，并猜测她似乎能看到别的东西。小精灵觉得阿健应该能好好听女主的话。在一通解释过后，阿健竟然真的相信了。阿健表示，虽然大家都觉得理工男不通人情，但其实搞理工还是需要一点浪漫的。他觉得女主大概是被精灵附体了，他看到女主画的画，猜测精灵可能是飘起来的，然后又让女主记录了精灵的对话。经过阿健的推测，女主的记忆大概是掉落到平行世界了，而目前的她正在平行世界中移动。阿健问目前的女主或许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女主，小精灵表示大概应该是这样。阿健本以为女主的态度突然改变是因为她开始慢慢喜欢上自己了，看来似乎并不是这样。然后他又问小精灵，女主之后可能会移动到别的世界去吗？小精灵点头表示也许会吧。阿健看起来似乎有些低落，此时小精灵刚想说些什么，又被世界隔绝了。而阿健却表示，以前的女主一见到他就会和他吵架，似乎总是对阿健很不满意，希望他能更加体谅他的心情。阿健也知道自己好像说话太老实，容易伤到人，可能这就是吵架的原因吧。但有时候不见得只有正确的理论才是正确，坦白自己的心情也很重要。这是原来的女主让阿健认识的一点。女主告诉阿健，原本的自己或许也喜欢他，只是无法老实的承认罢了。阿健很开心，决定将女主送回去，还问明天可以去见她吗？然而就在两人过马路的时候，路人突然撞了女主一下，此时黄灯变成了红灯，女主再次睁眼，出现的竟然是另一位竹马斗真。女主昏昏沉沉的被斗真带到了医院，斗真陪着她做检查，医生表示先住院观察一段时间。女主看了一眼旁边的时钟，发现时间又倒回了8月1号。斗真把女主带到了病房，然后又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，告诉她有急事可以通过座机联系自己。女主的手机已经出了问题，她说明天会把保健卡带过来，因为一见面就遇到斗真，再加上前几次的平行时间，女主都开始怀疑斗真是不是这个世界的自己的对象了。出院的时候，医生还跟斗真说最好再住2-3天，不过看女主恢复精神，他松了一口气。斗真把女主送回了之前住的地方，让她先上楼，说自己去拿信件，然后又给了女主一部新的手机，说之前的资料已经导进去了。他说今天才听到女主说第一句话，之前有人说过大脑受伤可能会记忆混乱，他问女主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女主表示确实有一点。斗真担心的问她要不要回医院再住一段时间，女主摇头拒绝了，不过医嘱上也没说什么，所以斗真没有勉强女主，反而给两人都泡了一杯咖啡，还多给女主放了糖。斗真说这样不好出去吃饭，他等会儿会下楼买点食材回来做饭，让女主先在房间里好好休息。女主看了日记，果然还是空白的，不过她发现书柜上还有另一本日记，并且日记上还上了锁。女主开始翻箱倒柜，到处找钥匙，却发现旁边的日历上写了咖啡厅的名字，上面应该是记录她打工的时间，但其中还有一个是她和一辉在咖啡厅见面的日子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偏偏这个时候斗真已经买了东西回来，看到日记表情有些不对，但还是给她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女主感慨斗真可真是一个好人呐。第二天醒来，外面正好下大雨，女主准备下楼去拿东西，结果却发现柜子里多了一堆垃圾，而等到斗真赶到的时候，就发现信箱内的垃圾已经不见了，还以为是那群家伙今天没来。她赶紧上楼问女主有没有不对，女主没有说信箱里的垃圾，反而问斗真知不知道李相在哪里。斗真好奇她为什么要去那里，女主欲言又止，不过斗真还是带她去了。斗真吐槽，虽然她之前老是说女主安静一点会更加可爱，但是女主真的安静下来，她又不习惯了。此时斗真已经把女主带到了巷子，她说这个巷子似乎对女主来说很重要，每次都会过来。女主也觉得这个世界的斗真和她关系太好了，于是她问斗真咱俩是在交往吗？他没有发现斗真的表情不对，而此时斗真却说他们确实在交往。下一秒女主昏昏沉沉的倒下，再次醒来时斗真就在她床边。女主记得他们明明去了后巷，斗真说她突然身体不适，一直睡到了现在，于是她先把女主送了回来，担心晚上会出事，随时准备叫救护车，结果守了一整晚。看到她现在没事，斗真突然松了一口气，说自己爬床边睡一会儿。等到晚上斗真离开的时候，女主拿出日记本，好奇这里面究竟写了什么。第二天
天，斗真带着女主去了咖啡厅，店长出现在两人身后，说斗真已经离开咖啡厅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斗真却说这次来的突然，但他是想替女主请长假，并且说了女主失忆的事情。这里的店长看起来非常冷静，听说女主失忆后，同意让她请长假。女主在离开前见到了一辉，一辉听说她身体不舒服，于是主动关心。这一幕被应援团的那几人看见了，一辉还问女主1号计划顺利吗？如果有问题可以来后巷找他聊。这个时候斗真挤了出来，他表示女主身体不舒服，要休息一阵子，然后将女主带到了咖啡厅后门，并对她道歉，说擅自请了假。然后就在这个时候，楼上突然掉下了一个花盆，眼看着就是冲女主来的。那个应援团少女的身影一闪而过，斗真立刻就追了过去，让女主躲在墙边别出来。等她回来的时候，便邀请女主直接去她家。女主也意识到有人对自己不利，她跟着斗真回到了家里。斗真表示房间内的游戏和书她都可以看。此时女主看到了3人小时候的照片，那是她和斗真还有小信一起拍的，他们果然是青梅竹马。斗真发现她在看照片，也感慨真怀念啊。这个时候斗真表示自己要出去买东西，让女主先在房间等一会儿，千万别出去。而斗真出去后却拿出女主之前用的手机，表情非常复杂。然而女主却不太能在房间坐得住，所以她去了一趟便利店，准备早点回去。结果就在回去的路上见到了之前的长发青年，对方问她现在是在和斗真交往吗？看起来似乎不是很开心，但是又觉得女主只要幸福就好了。然而话说到一半，突然又变了一副神情，他说女主马上就要被杀了，让她好好享受当下。女主被这家伙吓了一跳，此时斗真也发现不对，立刻冲了过来。长发青年只能先走一步，斗真告诉女主有什么东西可以直接让自己来买，随后又把女主带了回去。他又很好奇那家伙究竟是谁，但女主似乎不认识对方。斗真认真的告诉女主，接下来要出门一定要告诉他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。当晚两人一个睡床上，一个打地铺。女主迷迷糊糊做了噩梦，猛然惊醒，发现斗真还在，顿时松了口气。而此时斗真并没有睡着，不过她也没有醒来的意思。大概清晨的时候，女主发现斗真蹬被子，于是下床帮她拉起被子，没想到斗真迷迷糊糊一把搂住了女主，问她是不是一个人睡不着。结果一睁眼发现女主就在她身边。斗真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笑了起来，也没打算松手，说自己梦见在幼儿园睡午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女主也不敢一个人睡，所以老是跑到她身边。不过女主竟然不反抗，她很惊讶，自己好歹也是个男人吧。不过斗真也及时打住了，她表示本来让女主住个2-3天就准备送她回去，可昨天晚上出现的怪人还有盆栽让她有些担心，所以她决定让女主暂时住在这里。女主也知道自己可能有危险，所以答应了下来，然后跟着斗真一起去买日用品了。女主路过内衣店，店员以为斗真是女主男友，于是把她也拽了进来。斗真吐槽女主的心也太大了，要是没有一起住的话，她倒是可以帮忙挑，但是这住一起谁能不多想呀。女主有些失笑，准备去买饮料，结果刚走过去看到有人的手帕掉了，她准备捡起来还给人家，结果应援团的3人跑了出来，还剪掉了她的头发。此时斗真看见3人逃窜离开，立刻意识到不对，匆匆找到女主，就发现她的头发被剪掉了一截。虽然帮忙修理好了，但斗真还是非常心疼女主的情况，她让女主先在家里别出门，出去实在太危险了，而且她也绝不会放过那些家伙。今天虽然没能阻止这群家伙，但下次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，无论如何她都要保护好女主。斗真离开前想再提醒女主千万别出去，女主知道那些人是一辉的粉丝，可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凶狠的对自己？此时她想起日历表上的行程记录，她和一辉似乎会在后巷见面，依稀记得约定的时间好像是今天。她琢磨一辉会不会知道些什么，于是主动用手机打了电话，但是一辉发现是未知来电，所以直接挂掉了。女主决定自己想办法出门去后巷赴约，结果刚下楼就看到了斗真。斗真说自己都通知过女主不要再出门了，还没等女主解释，斗真就说她肯定是去见一辉，因为2人已经约好在后巷见面了。女主承认了，她其实想问问粉丝的事情，但是斗真却把她拽回了房间，并警告她这次出门可能不只是被剪掉头发，她为什么就不能明白自己很危险呢？女主表示自己有事想问一辉，斗真看起来非常生气，她觉得自己不论怎么阻止女主都会离开，她决定冷静一下，免得和女主吵起来。结果这一冷静就等到了晚上，斗真一把抱住女主，说她不想看到女主难过的样子，如果可以她希望女主一直能够开心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即使被女主怨恨她也甘愿。
他已经下定了决心，可这样做又太痛苦了。明明他是最想对女主好的。第二天女主醒来，斗真端了一杯饮料给她，并表示今天一天都会在家里写报告。女主刚喝了一口，却发现时间已经到了黄昏，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斗真在旁边说她睡得太久了，看起来就很香，就没有打扰了，还说马上就要吃晚饭了，让女主先起来。但女主却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力气，迷迷糊糊的，又是第二天早上。此时斗真又端来了一杯加了料的咖啡，奇怪的是明明是提神的咖啡，她却越睡越熟，直到傍晚迷迷糊糊的被小精灵喊醒。小精灵提醒她千万别大声说话，并告诉她千万别吃斗真做的东西，斗真似乎在里面下了药，女主吃了才会每天不停的睡。她猜测斗真肯定是想把女主留下，结果话说到一半，斗真又端着咖啡过来了，女主差点就喝了。小精灵在旁边疯狂尖叫，不能喝，不能喝呀！小精灵让她把饮料倒到旁边的花盆里，随后让女主继续装睡。斗真过来检查了咖啡，小精灵再次提醒女主，你就说晚上太困了，也千万别吃晚饭。等到斗真资料写困了，小精灵把女主摇醒，并告诉她斗真现在睡着了，他们最好趁这个机会逃走回家。就在女主犹豫的时候，小精灵却说斗真的行为太诡异了，这不正常。于是女主悄悄下床，发现自己的手机就在斗真旁边。斗真明明说过她的手机坏了，可此时手机正在发光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好几条短信，都是一辉的粉丝团发的，骂她是个没用的蠢女人，让她赶紧分手，还有一些男人发来的骚扰信息。看来女主的个人信息和照片都被外泄了，其中还有一条一辉发来的短信，问她8月1号的计划顺利吗？女主还疑惑8月1号发生了什么。此时一辉在信中写的，他很担心女主的身体情况，本来想看女主，但是黎香却说这样不公平，所以他只能道歉。就在女主还疑惑的时候，房间的门铃忽然被按响了，女主赶紧躺下装睡，但是没想到来的人竟然是小信。小信闯进来，果然看见了女主。斗真解释女主遇到了一些事，他留女主在这里是为了保护她，但小信觉得这样根本就不对，如果女主遇到危险，就没必要瞒着大家把她藏起来。小信认为斗真只是想把女主绑在身边，斗真表示他不会解释，这次他谁都信不过，其中也包括小信。小信表示他也信不过斗真，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，吓得女主赶紧制止。此时小信说斗真不能这么做，毕竟他又不是女主的男友。女主顿时愣住了，啊，什么情况？斗真表示剩下的他们外面去讲，否则他就不会告诉小信。女主傻眼，啊，斗真原来不是对象呀。等斗真再次回来，女主就有些茫然了。斗真问女主不怕吗？或许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的，把女主逼到绝境，关起来不让她离开身边。他问女主害怕自己吗？随后抱住女主，往自己嘴里塞了一粒药。这女主没反应过来，便亲了他，并告诉女主反抗是没有用的。他本来也不想这么做，不知道是太迟了，还是自己忍得太久了。他明明不想让女主哭，而此时女主的意识也开始模糊了。药效发作，女主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居然在一个巨大的铁笼里。他问斗真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斗真说如果不这么做，女主一定会逃走。小精灵非常难过，自己明明也在旁边，却帮不了女主。他很好奇斗真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女主说斗真其实是想保护自己，可小精灵无法理解这样的行为，一边把女主关起来，一边给她下药，这真的能算是保护吗？晚上的时候，斗真还带了一堆玩偶回来，说女主这样看起来就像是被关起来的公主一样，但是她只能这样保护女主了。小精灵无奈，这就是她的保护吗？还是她所谓的罪恶感？这看起来简直就是个玩具箱，女主也好像她的玩具一样。小精灵让女主告诉斗真她想出去，斗真表示什么都行，唯独这条不行。不过她还是不忍心把女主一直关着，于是将女主从囚笼里放了出来。女主问她为何要承认是自己的男友，斗真说因为女主失忆了，所以她才敢这样，并说女主在前一段时间被人恶意骚扰，而她知道谁才是真凶，那些人都是一辉的粉丝。女主便知道自己邮箱里的东西是怎么回事了。斗真心疼，她都知道了，他其实不想让女主看到这些，所以才故意隐瞒这些事情。他说只要女主还继续喜欢一辉，那群家伙就会不停的骚扰女主。女主傻眼，啊，原来我喜欢一辉呀。斗真说他只是想保护女主，为了保护她，他可以不择手段，不论别人是怎么想的，甚至不管女主是怎么看待自己的，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女主。女主叹气，他知道斗真是好意，但是斗真躲开了他的触碰，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接受女主的原谅，他也没有资格向女主去表白。然后他反手把女主关回了囚笼，毕竟自己好歹也是个男人，总不能袭击女主吧。
偏偏这个时候斗真接到了教授的电话，说他的数据那边出了问题，所以斗真匆匆背着东西离开了，并表示自己会尽早回来。女主知道斗真囚禁自己不是本意，因为她太想保护自己了，可是这里的自己还没有和斗真交往，所以小精灵好奇这里的女主是怎么想的。女主猛然想起了之前的日记本，于是决定回去看一看内容，确定原本的想法。正好囚笼没上锁，女主便跑了出去，她想回去拿日记，确定自己真正的心意。然而斗真也发现女主不见了，所以她立刻就追了过去。女主在半路差点出了车祸，幸亏车子避开了，不过膝盖却受伤了。她回到家没有找到钥匙，决定直接用发卡撬开日记锁，打开日记本一看，第一页就是要和斗真告白。她不想再做青梅竹马里的妹妹了，而且为了告白，她还特意去咨询过一辉，而表白的日期就是8月1号。原来一辉说的计划就是这个。此时女主看了日记，也确认原本的她是喜欢斗真的，而斗真也追到了女主家里。她发现女主膝盖和手都摔伤了，非常生气，认为女主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关心。一怒之下，她直接黑化，想让女主永远看着自己，甚至想毁掉女主，这样自己或许就有资格去爱她了。斗真已经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，幸亏卡在两人中间的日记掉落，成功让斗真冷静了下来，而女主也把日记交给了斗真。里面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原本的女主记忆中对斗真的好感，从小到大斗真都一直陪在她身边保护她，所以女主非常开心，也对她很有好感，还和她考上了相同的大学。但是她一直觉得斗真把自己当妹妹看，可是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感情变了，所以她决定去告白，而一辉也是给她建议的人。斗真傻眼了，原来是双向暗恋，而且女主失忆的那天正好就是准备告白的那天。她还一直以为女主喜欢一辉，所以一辉的粉丝俱乐部才越来越过分，笑死啦，那人家是无差别针对所有靠近一辉的人呐。斗真一时情急走上了歪路，想把女主和一辉分开，哪怕是欺骗女主或者被怨恨，他也愿意忍受，结果完全没有察觉到女主的心意。如今发现后，他知道道歉不会那么容易得到原谅，可是他还是得说对不起。女主告诉他没关系，因为斗真本来就是想保护他，只是太过偏执，所以走向了极端。如今回过神来，他也认真的向女主告白了。之后两人去医院治疗伤口，斗真表示自己联系了小信，把事情的内容告诉给了他。之后一辉带着那群家伙过来道歉，因为他们老是排挤自己身边认识的人，那群家伙也老老实实的道歉了。斗真本来想替女主守夜，可医院不准过夜，所以斗真只能离开。然而到了后半夜，女主迷迷糊糊的醒来，才发现自己被之前见到的那个长发青年抱上了天台，对方表示他还是爱着女主的。然而女主一睁眼，这家伙就将她从天台扔了下去。好，他杀，换个世界。女主猛然睁眼，发现自己在燃烧的房间里，刚才的绿色长发青年冲进火场来救她了。女主愣了一下，发现现在的自己竟然在家里洗杯子。此时日期又变回了8月1号。女主一看日历，自己还要去打工。她知道在家里收集不到情报，所以准备早早去咖啡厅工作。结果半路上帽子被吹飞，女主追着帽子跑过去，却看见把她从楼上扔下来的长发青年。女主下意识想逃跑，对方似乎意识到什么，并表示可能是另一个自己在作祟。他告诉女主今天千万不要去学校上课，然后就匆忙的离开了。女主想了想，决定乖乖听话。于是女主先去了咖啡厅，鲨鱼看到她顿时冲了过来，他表示非常担心女主。原来就在刚才学校的实验室爆炸了，而女主昨天说过今天要去学校，大家都非常担心女主的情况。女主逃过一劫，长发青年又惊也看到了实验室爆炸的场景，他知道这里就是他的主线了。而此时店长表示今天咖啡厅要搞活动，让大家注意好工作。没想到右京却来了咖啡厅，而且似乎和店长关系很好的样子。下班后女主本来准备回家，结果走到半路，旁边施工的工地钢筋突然断裂，直直的朝女主砸了下来。右京立刻扑了过来，并告诉她现在非常危险。他本来也想送女主回家，可最终还是放弃了，然后告诉女主一定要挑明亮的地方走。在女主过马路的时候也提醒她要小心，并且说这个路口很危险，还是绕远路回去好一点。结果女主刚走就有货车撞了过来，之后右京又不断提醒女主别去公园。晚上公园就发生了毒气泄漏，小精灵也看到了新闻，觉得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可疑了，对方好像知道女主会遇到危险一样，难不成是非常厉害的算命师？可对方又为何要告诉自己呢？而此时右京觉得这里就是
原本的世界。女主第二天去上班，发现咖啡厅的水管炸了，离开的时候还帮店长贴了无法营业的公告。路过的右京看见后就确认是水管炸了。小精灵愈发觉得右京太可疑了，尤其是右京还要跟着他一起回去，但又表示自己会离得远一点。两人回去的路上，右京想起附近有烟花大会，原来他的本职是一名摄影师，第一张照片还是小学时拍的夕阳。他也觉得自己似乎说了奇怪的话，下意识伸手想拉着女主下楼梯，发现女主躲开后，他赶紧道歉，说之前已经习惯了，所以不小心就牵手了。女主疑惑，我们之前也牵过手吗？右京点头表示确实有。右京说他们曾经牵手无数次经过这里，可是女主已经忘记了。女主便明白这家伙知道她失忆。然而就在两人经过火车路口时，女主的高跟鞋卡在了轨道里。右京发现不对后立刻冲了过来，而远处的火车也看见了两人，可是刹车偏偏又失灵了。好在右京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女主。随后右京告诉女主，这个世界想杀了女主，从现在开始直到8月25过去之前，女主将会遇到很多灾难。他希望女主能够活下去，并表示女主虽然失忆了，但他其实是女主的恋人。右京也知道自己有些突然，他说女主失忆前他们也才刚交往，女主是他来附近旅游迷路，右京给他指路结缘的。后来右京搬到新家，发现女主就在附近，再次相遇让右京十分高兴，一来二去就成了恋人。如今女主失忆后，右京再次见到她，心中也是无限欢喜。他觉得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危机了，于是准备把她送回去。女主问世界想杀她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右京告诉她可以理解为死神来了。同时他又劝女主千万不要去附近的神社，那里面有一口古井，非常偏僻，下意识的会让人往里面瞧，然后一旦摔下去，里面就是死水和枯枝烂叶，越是挣扎就越容易沉入其中，又冰又冷，让她十分痛苦。小精灵和女主猜测右京可能掉下去过，右京赶紧站起来表示他一定会帮女主活到8月25号之后。女主问为什么是8月25号，右京说详细细节不能告诉她，但是他有一种预感，而且他告诉女主在这几天内最容易找上他的危机就是自己本身，所以他也在尽可能的避免和女主相遇。小精灵怀疑右京之所以这么有经验，恐怕以前就经历过这些事。而此时右京体内的第二人格再次出现，原来因为右京8月1号救下了女主，所以这个世界不打算杀死右京，而准备杀死女主了。第二人格认为他们的身体一直在被世界排挤，倒不如亲手杀死女主，保留自己的身体更好。但是第一人格右京绝不同意这种事。另一边，咖啡厅漏水，店长和修水管的师傅忙了一天，这才收拾好。第二天工作结束，女主都看出来店长很累。下班的时候，她发现躺在路边睡觉的右京，看起来像是在熟睡的样子。她蹲下去，右京瞬间醒来，不过眼角出现了很重的淤青。女主并不知道这是第二人格，被拽着领口责骂，说该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不是女主，而是她。就在她差点对女主下手的时候，右京及时夺回身体控制权，并立刻告诉女主自己对她而言非常危险，说刚才睡昏头了，让女主以后千万别接近自己。小精灵已经猜出那家伙是双重人格了，女主也根据刚才那家伙说的话推算出自己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到右京，可救了自己的人也是右京。女主担心右京可能会遇到危险，而此时右京正流浪街头，被两个混混给抢劫了，结果两人直接触发了右京的第二人格，这疯子反手捅伤了另外两人，表示绝不会让身体再被主人格抢回去。晚上女主接到了右京的电话，对方表示昨天做的事很抱歉，想趁这个机会和女主解释清楚，然后让女主晚上到神社来一趟。小精灵感觉不妙，但女主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去，结果出来的果然是第二人格，并且一把把她推到了井边，还嘲笑她自己明明说过很危险，却还要过来，说自己曾经跌落过里面无数次，那种痛苦的滋味她想让女主也体验一下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右京却突然划伤了自己的手，并立刻将女主拽了上来，让女主赶紧离开这里，说体内的人格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害她，让女主不要在意自己的伤势。小精灵也提醒女主赶紧跑。在女主离开后，她把刀丢下了古井，并且决定以后不再去见女主，因为自己的存在一定会伤害到女主。此时小精灵也劝女主，对方有双重人格，而且还有一个人格要害女主，太危险了。但女主看得出来第二人格很痛苦。几天后，咖啡厅众人也说右京最近没来啊，而女主收到了右京的消息，对方提醒她避开十字路口走天桥，之后好几次也发消息提醒她避开危险。晚上回到家，她又接到了右京的电话，右京确认她没事后松了一口气，而女主则问右京最近情况如何。右京很高兴她能担心自己，但明天就是8月25号了，明天这个世界一定会全力追杀女主，所以直到26号凌晨之前，他希望女主不要离开家，并告诉女主今晚的月色很美，
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，又提醒女主这一通电话应该是最后一次通话了。挂断之后，他希望女主不要再相信自己。右京说他和女主邂逅了无数次，却又失去了她无数次，现在的他还是很爱女主。没等女主回话，他就挂断了电话，并且自己从桥上跳了下去，看来是打算扼杀掉自己这个最大的威胁。25号天降大雨，小精灵劝女主不要出门，女主一直等到了黄昏，却等来了右京一条消息，对方表示能救女主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让右京自身从世界上消失，所以他希望女主帮自己实现一个愿望，能在两人重逢的大学中度过他最后的时光。女主觉得右京可能是想寻死，她拿着伞就准备出门，小精灵赶紧劝她，但女主无法对一直保护自己的右京坐视不理，在冲出去的路上，小精灵只好跟上，并且一直冲在前面，帮她规避危险。两人一路来到大学，果然看见了阴影里的右京，不过这次出来的是第二人格。一看到对方手中拿的刀，女主立刻躲了起来，然而第二人格却从火炉中取了火把，直接扔进了女主躲藏的会议室。他表示距离25号还有30分钟，但凡女主不来见他都能活下去，这次他一定要亲手杀死女主。女主被逼到了角落，好在右京关键时刻醒来，一看外面都快垮了，没法带着女主出去，于是只能从头给她解释。原来在这个世界的8月1号，女主在实验室遭遇爆炸，并没有当场死亡，而是送往医院抢救，直到25号没能挺过来。这就是这个世界发生的第一轮历史，而右京就是在那里失去的女主。他无法接受女主从身边离开，于是开始不断穿梭于各个平行世界，就是为了寻找有女主存在的地方。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女主活下去。此时雷电劈到大门，电流将女主逼到了右京身边，而第二人格再次出现，他说只要女主死了，自己就能活下去。刚才右京也说了，他能移动到女主还活着的其他世界，然而在女主存在的世界，右京并不存在。所以一个不存在的人硬闯入世界时，自然就产生了排斥反应，就像现在的女主一样，这个世界的女主应该在今天死去，为了不让历史产生扭曲，所以世界必须要除掉女主。世界排除异物的力量是相当可怕的，不论怎样逃避，女主都会死。当初第二人格就是在其他世界被用不同方式追杀的，女主之所以能被右京提醒并避开，是因为那些事情右京都经历过，遭遇无数次死亡后，第二人格认为他们无法在同一个世界共存，只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。为了脱离这毫无意义的死亡轮回，第二人格决定杀掉女主，可每次他要下手都会被右京阻止。第二人格认为太荒谬了，因为右京经历的痛苦死亡太多次了，所以才会诞生出想要不断求生的第二人格。右京也承认了，在其他世界中，第二人格确实害死过女主，因为世界带来的强制死亡太过痛苦，太可怕了，他再也受不了了，于是多次下手。第二人格说他好不容易杀了女主，然而主人格却老是哭着受不了罪恶感的煎熬，再次移动到别的世界。但是现在尼尔已经没有力量了。小精灵大惊失色，你刚才提到尼尔了？小精灵让女主快逃，并且在路上跟女主解释，他没有想到右京能穿梭世界还和尼尔有关系。原来这个尼尔是他们小精灵的造物主，他借由实现人类的愿望而得到力量，恐怕尼尔是为了实现右京见到女主的愿望才这样。女主一路往楼上跑去，门外是电流，她根本无法出去。第二人格已经把她逼到了角落，小精灵劝女主不要放弃，否则右京恐怕永远都见不到她了。本来第二人格即将对女主下手，但右京却控制身体，一刀捅穿了自己的胸口。第二人格也没想到这就是最后的反抗。右京将钥匙留给女主，让她赶紧离开这里。他说自己没有感觉到任何恐惧，因为这一次是他主动选择的死亡。他知道自己明明该放弃，可不论如何他都想见到女主，想看到女主对他露出微笑，而因为他自私的愿望才下了毒手。他觉得自己应该让一切在这里了结，即使自己能不断穿梭平行世界，那里的女主都不认识他，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女主露出熟悉的微笑。但即使他不是对自己微笑，而是对别人微笑，右京也希望他能好好活下去。但其实他真的很孤独，所以呢，在这个世界再次见到女主并重新相处，他已经满足了。接下来只要女主活过今天就好。女主不愿意离开，右京却说这是他的报应，因为他在无数个世界害过女主很多次，但女主却说他也救过自己很多次。右京却说自
自己无法得到原谅，他做的那些事是不值得原谅的。他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女主能活过今天。当12点的钟声响起，女主发现右京身上发出刺眼的光芒，下一秒女主出现在一个虚无的空间内。小精灵告诉女主，她和右京都活了下来。尼尔有话想传达给女主，因为女主实现了右京的愿望，所以尼尔的力量得到了恢复。他很想了解人类，所以才会帮助人类实现愿望。但是右京的愿望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，所以才让他受了那么多苦。他也对女主非常的愧疚，因为女主失忆和他的存在也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小精灵撞上女主并非意外，是尼尔和右京合作后，对方不停的在世界中穿梭寻找女主，所以小精灵也会对女主产生好感。一切的起因都是女主在旅游时跌下悬崖，当时右京就在附近，无法承受亲眼看见她摔死的场景，于是尼尔将女主丢到了平行世界，但那只是紧急措施，把女主的精神体送走已经是最大极限了，所以尼尔的力量因此失控，才导致女主四处穿梭到各个世界的8月1号，因为那一天和右京的愿望有关系，也是决定女主生死的重要日子。但现在尼尔的力量恢复，也多亏了女主，因为女主实现了右京希望她活到25号之后的愿望，她不屈服，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，所以要决定帮她恢复记忆。也就是说，女主可以回到原本的世界了。女主觉得这也太突然了，恢复记忆后的世界恐怕和她想的不一样。小精灵鼓励她，此前经历了那么多世界，虽然没有一点记忆，还是勇敢的去面对那些人，所以她相信女主之后也能扛过来。小精灵很抱歉自己撞到女主，给她带来了麻烦，但女主却说这段时间小精灵也在陪着她，所以她也很感谢能遇上小精灵。小精灵非常遗憾的告诉女主，她恢复记忆后自己也要离开女主的精神体，所以女主以后可能就看不见她，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。想到见不到，女主就有些失望，而且据说恢复记忆后会忘记关于小精灵的一切。女主告诉小精灵，如果将来遇到自己，她可以呼唤她，自己或许忘记了，但应该能感应到她的存在。随后尼尔给女主变出了一扇大门，女主带着和小精灵的记忆走向大门，大门后是5张卡，由女主来选择她想去的地方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我是小白爆肝队3号机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